国外科学家在40光年外发现了第二个地球，上面可能存在比人类还顽强的类地生命，它就是我们今天要前往的特拉比斯特1恒星系统。特拉比斯特1属于 M8 型红矮星，体积仅比木星略大，亮度却只有太阳的1800%。这颗恒星早在1999年就被首次发现，但它的完整行星系统直到2017年才被揭晓。该行星系统是由特拉比斯特光学机器人望远镜发现的。该望远镜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位于智利山脉的特拉比斯特南台，另一部分位于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的特拉比斯特北台。当时他们采用零日测光法观测这颗行星，这种技术是通过测量恒星亮度的周期性变化来寻找环绕其运行的行星。简单来说，就是当一颗行星从地球与恒星之间穿过时，会遮挡部分恒星光线，因此我们能观测到恒星的表观亮度出现下降。通过多次观测，这些望远镜才得以确定特拉比斯特1周围多颗行星各自的运行轨道。最初的数据分析仅发现了最内侧的3颗行星，但随着特拉比斯特南北2台望远镜以及斯皮策红外空间望远镜补充更多的数据，已发现的行星总数达到了7颗。更重要的是，这7颗行星均为研制行星，在规模上与地球大致相当，这使得特拉比斯特1系统成为目前已知拥有最多类地行星的恒星系统。但围绕着这样一颗微小昏暗的恒星，这些行星真的有宜居的可能吗？要让这些行星获得足够支撑生命的光照，它们的轨道必须比地球与太阳的距离近得多。而在特拉比斯特1系统中，这些行星的轨道确实极近，而且7颗行星彼此间的距离都非常近。特拉比斯特1e的轨道半径仅为水星轨道半径的1/13，这意味着它可能被主恒星潮汐锁定，行星的同一面会永远朝向恒星，就像我们始终只能看到月球的同一面一样。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其轨道距离恰好处于预测的宜居带中心位置，它从主恒星获得的能量约为地球从太阳获得能量的2/3，这也是科学家们对这颗行星格外感兴趣的原因。但生命的繁衍不仅需要光照，特拉比斯特1e几乎必然需要一层大气层才能孕育生命，所以科学家们借助人类目前最强大的太空望远镜詹姆斯韦伯来探寻目标。韦伯空间望远镜具有独特的灵敏度和精确度，足以探测到40光年外这些行星周围稀薄大气层的光谱特征。我们首先要判断该行星是否存在大气层，如果存在，才能进一步确定大气层中包含哪些气体。韦伯空间望远镜对特拉比斯特1系统的观测非常顺利，借助这些观测数据，研究团队已排除了特拉比斯特1c和特拉比斯特1d存在大气层的可能性，但对特拉比斯特1e的观测有了不同的结果。这颗行星似乎真的可能存在大气层。截至目前，该团队已通过詹姆斯·韦伯观测到了4次特拉比斯特1e的凌日现象。根据结果，我们首先可以排除特拉比斯特1e并不存在原始大气层，也就是行星形成时与生俱来的大气层。这类大气层通常以氢氦等氢气体为主，但科学家并未探测到这些气体的存在，它们很可能在行星形成初期就被恒星辐射剥离了。它也没有像金星那样厚重又浓密的大气层，也不太可能拥有类似火星稀薄且稀疏的大气层。这些其实都是好消息，因为上述任何一种大气层都难以支撑生命存在。那么特拉比斯特1e的大气层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这便是最关键的发现，它有可能拥有一层类地大气层，就是以氮气等较重气体为主，同时通过水、二氧化碳或甲烷产生强烈的温室效应。若这样的大气层表面气压约为1/8，与地球大气压相当，那么即使行星处于潮汐锁定状态，也可能实现足够的热量传递，使行星暗面也能维持全球性的表面海洋。如果这一推测得到证实，必将成为全球头条新闻。然而我们得到数据反而更倾向于另一种可能性，特拉比斯特1e是一颗没有全球性海洋的寒冷行星。除了类地大气层，还有另一种大气层，高浓度甲烷可能会引发反向温室效应。特拉比斯特1的表面温度约为2400开尔文，远低于太阳的5670开尔文，释放的能量更多集中在近红外波长范围内。大气中的甲烷可能会在这些能量到达行星表面之前就将其吸收，随后将能量重新辐射到太空中，导致大气层温度降低。对于被潮汐锁定的特拉比斯特1e来说，这意味着液态水可能仅存在于永远朝向恒星的昼面。虽然不存在全球性海洋，但这对生命而言未必是坏消息。这样的环境或许能满足达尔文提出的生命起源于温暖小池塘假说。大气模型模拟也支持这一推测。模拟结果显示，即使特拉比斯特1e的水资源有限，或水资源全部被困在行星暗面，
它仍可能拥有稳定的大气层。不过，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一种被称为晨昏线宜居区的现象，生命可能只能在分隔昼夜的动态晨昏带上找到生存空间，这里永远处于黄昏或黎明状态。但液态水并非只能存在于行星表面。我们已知特拉比斯特1e是岩质行星，但对它的了解也仅限于此。它有可能是一颗冰火山行星，拥有类似太阳系中木卫2和土卫2那样的地下海洋。有些科学家认为，地球生命可能起源于深海热泉附近，而同样的过程也可能在特拉比斯特1e上发生。无论特拉比斯特1e的液态水存在于何处，生命都有存在的可能，因为这里有能量来源，且大气层可能为生命提供必要的构成元素。但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尽管上述所有可能性都成立，科学家们仍无法完全排除另一种情况。特拉比斯特1e可能是一颗寒冷荒芜、没有大气层的光秃秃行星，所以我们需要探讨是什么因素可能阻碍稳定大气层的形成。在这个案例中，罪魁祸首可能正是这颗红矮星本身——特拉比斯特1。不妨试想一下，假设你我正站在特拉比斯特1的表面，抬头望去，头顶的恒星在天空中的视直径将是太阳的4倍多，呈现出深邃的红橙色，照亮的天空如同永远处于日落时分，那景象定是无比壮观。但要知道，红矮星的活动极为剧烈，它们产生的耀斑不仅比太阳更强大，发生频率也更高。地球历史上记录最严重的地磁风暴是1859年的卡林顿事件，这是一场发生概率低于1%的极端事件。而据推测，特拉比斯特1每2天就会释放一次强度相当的耀斑，你甚至可能亲眼看到太阳耀斑时时向太空喷射的景象。这些耀斑会携带巨大的能量冲向行星，长此以往，足以剥离行星的全部大气层，使得我们已知的生命形式几乎不可能存在。更严峻的是，这还假设大气层有机会形成。红矮星的寿命长得惊人，特拉比斯特1预计还能再存在10万亿年，这是当前宇宙年龄的700倍。相比之下，太阳在演变成红巨星之前，大约只剩下50亿年的寿命。你可能会认为，鉴于红矮星的稳定性和漫长寿命，生命应有足够的时间孕育和发展。但恰恰是因为寿命过长，红矮星在进入稳定期之前的活跃青少年期也相应更长。许多行星正是在这一形成阶段开始构建自身大气层的，它们会缓慢地用由二氧化碳、氮气、甲烷等较重分子气体构成的大气层，取代形成初期的氢氦原始大气层。这些气体通过火山活动从行星内部释放出来，但问题在于，如果恒星的大气剥离阶段过于漫长且剧烈，一颗地球大小的行星可能没有足够的内部资源来完全形成稳定、可支撑生命的次生大气层。如果一颗行星未能在50亿年内建立起大气层，那么它可能永远无法形成大气层，这相当于在它有机会存活之前就已被判处了死刑。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特拉比斯特1的前景十分渺茫，甚至会疑惑它为何还被视为最具潜力的行星之一。但目前我们仍无法确定它的大气层是否存活，毕竟我们已经观测到了大气层存在的迹象，而且恒星的剧烈爆发可能是特拉比斯特1的致命威胁。但这些爆发也可能是生命诞生的必要条件。耀斑释放的紫外线辐射可能对形成 RNA 构成单元至关重要。RNA 是目前已知所有生命形式新陈代谢的核心分子。如今特拉比斯特1已进入相对稳定的主序星阶段，其释放的紫外线和 X 射线辐射强度低于青少年期，所以特拉比斯特1存在稳定宜居大气层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此外，这层大气层或许能借助行星自身的磁场抵御持续的耀斑冲击，就像地球的磁场保护地球大气一样。地球磁场的形成源于其外核中流动的熔融铁镍物质。特拉比斯特1很可能也拥有类似的磁场生成机制。特拉比斯特1与红矮星的近距离轨道甚至可能有助于维持其磁场。如果特拉比斯特1的轨道存在偏心率，就会导致行星形状反复被拉伸和压缩。这一过程产生的内摩擦可使行星内部升温，热量释放率约为每平方米 0.18 瓦，这大约是地球潮汐加热通量的24倍。我们在木星的卫星木卫1上也能观察到类似现象。木卫1被木星潮汐锁定，且轨道存在偏心率，在与其他木星卫星的引力相互作用下，形状不断被拉伸和挤压，从而积累了大量能量，使其成为太阳系中火山活动最频繁的天体。目前我们只知道特拉比斯特1，它有可能是一颗与地球大小相当、火山活动活跃的岩质行星，拥有生命所需的构成元素自身的大气层和磁场，且恰好位于一颗相对稳定红矮星的宜居带内。但它也可能只是一颗寒冷死寂的星球。想要得到准确答案，我们或许要等到
计划于2041年发射的宜居世界天文台。这是一台专门用于搜寻类太阳恒星周围生命迹象的望远镜。科学家们计划在今年12月之前再进行15次凌日观测，有望借此确认特拉比斯特 1E 是否存在二氧化碳，以及是否拥有次生大气层。这是探寻该行星是否存在生命的关键一步。或许特拉比斯特 1E 及其邻近行星最终会被证实拥有独特的不适宜生命生存的大气层，或许其中某颗行星的大气层在理论上能够支撑生命，又或者我们会发现一颗与地球一模一样的家园。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发现地外生命是必然的，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一天何时会到来。